下一秒，他就迅速的一转椅子，把自己转到了正电脑前，松开手，让忘机安稳的待在他腿上，然后飞速地点开韩光君的绘画窗口。韩光君，韩光君，韩光君，你竟然会理我那条微博？魏莹打字的手一顿，因为竟然立刻就收到了回复。这回复来的也太快了点吧？该不会韩光君一直守在电脑跟前吧？魏莹光是一想到这都觉得不可思议，于是他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自己看见的是个假韩光君。蓝湛看着电脑那边发来的消息，几乎都能想见那个人在电脑面前一脸真是见了鬼了的怪叫着我看见了个假韩光君的模样，不禁失笑，嘴角仍带着刚才的那点又轻又浅的笑意。蓝湛漂亮的手在键盘上灵动的敲击，很快一行字就被发送过去。是真的。不管魏婴说的是不是真的，他都当真了。至于他说的一直都是真的。魏婴咆哮了半天，又突然想起来刚才在微博下面看见的评论，于是打字：韩光君，你知道不知道？他们竟然凑了我和你的 CP， 竟然有人敢给你凑 CP， 我的天呐！蓝湛心道，知道？怎么不知道？他甚至还给那条喊韩光 X10的评论点了个赞，还回复了个你很介意？魏莹觉着这句话意味有点不一般，但他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只是回复道：那倒不是，我从来不介意这些的，哈哈哈，我倒比较担心韩光君你会介意。毕竟韩光君在这之前还真没人敢这么明目张胆的给他拉 CP 过。魏婴于是又拖着下巴想，那这么一说，之前那几个很早就萌起他和韩光君的拉郎 CP 的小姑娘真是很有勇气啊。正想着，那边已经来了回复：我不介意，网络上的这些事本是当不得真的。魏莹当时转发微博艾特韩光君的时候，本也是无意为之，即使是在这之后，韩光君也转发回应了，这次的事件也顶多让迷妹们兴奋一阵，然后被当作一次普通的卖腐。但魏莹看见这句认真严肃的透着一股姑苏蓝家气质的回复时，却不知怎地觉得脸上一热。魏莹嚎了一声，把脸朝下埋在正安稳坐在他腿上的忘机头上，试图平复这脸上突如其来的热度。完了，怎么感觉要栽啊？黑色的毛团团从电脑屏幕下的空隙里冒出个脑袋。蓝湛已经画了好一会儿画了，被这个小家伙突然一惊，只得停了手上的笔。他伸手去摸无限毛茸茸的脑袋，无奈又温和地道：醒啦。无限一边接受蓝湛的抚摸，一边往他手上蹭，试图让他摸得自己更舒心一点。他听见蓝湛说话，就把眼睛一眯，甜甜的喵呜了一声。觉得被摸够了，无限顶开蓝湛的手，然后从那空隙钻出来，站定在电脑桌上，又几步挪到桌子边缘，在桌沿上顾盼着。站在桌子边缘的猫咪正对稍微有一点点距离的蓝湛的大腿跃跃欲试。无限抬起前爪，犹豫了一下又放下了，他又抬起另一只前爪，举了一会儿又放下了。无限仰头看了看蓝湛，又低头瞅瞅蓝湛的大腿，信仰之跃稳稳地落在了蓝湛的胸口上，然后往下滑。蓝湛颇为无奈地接住滑下来的黑球球，安抚性地顺了顺毛。所以为什么垂直下落距离无限要跳啊？无限在蓝湛腿上安稳地待了一会儿，蹭蹭够了之后，又挪到蓝湛腿的边缘，又看着地面跃跃欲试。蓝湛一个轻巧的起落，无限便安稳地落到了地上。他回头朝着蓝湛喵地叫了一声，好像在让蓝湛夸奖他。蓝湛抚额，他有时候是真的不太懂无限在想什么。他起身走近，又蹲下，想揉揉无限的脑袋。结果指尖都还未触及，无限突然喵了一声，然后直直地倒了下去。蓝湛吓得喊出了声无限，倒在地上的黑猫又装作虚弱地喵了一声。直直倒下去的无限完美的让整只猫呈现了一个木字形，肚皮露在外面。闻声举起右爪对着蓝湛的方向挥了挥。蓝湛松了口气。躺在原地的无限见蓝湛没有丝毫反应，又叫了一声。蓝湛心道，感情这是来碰瓷的呢。蓝湛伸手握住无限伸着的那只爪爪，道：怎么了？无限撒娇意味极浓的喵喵叫着：要抱你。喵。蓝湛于是轻柔地抚了抚他，试图把无限抱起来，谁知无限又就地一滚，躲开了。蓝湛沉思片刻，
再次开口，还要罐头？喵喵喵！无限颇为赞赏。蓝湛叹气，好。魏婴不知道怎么的，这几天心情有点诡异。每天还是照常地早上好、午安、晚安的骚扰韩光君，但插科打诨的话却少了许多。魏婴也不知道自己如今到底是怎么个态度。他对韩光君吧，大概有那么点意思，但又不敢凑得太近。凑近时，他总会想起一张好看的脸，那人冷淡又严肃地看他两眼，眼神里有些欲言又止的不快和谴责。他对韩光君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对蓝湛又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张漂亮却透十分冰寒的脸，年少时月下初见的嬉笑，初识时不分轻重的撩拨，他受伤时不自觉的温柔，高考后唱给他的那首歌。魏婴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对蓝湛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素来轻狂惯了的性子，却似乎唯独对蓝湛变本加厉些。他素来恰到好处的照顾，又好像只对蓝湛格外不加收敛的温柔些。他冷着一张脸，端着一身正气，他就总忍不住要去撩拨他，叫他破功。他就总不由自主的对蓝湛特殊一些。魏婴失神的想了片刻，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这是喜欢吗？但那时的他可没有察觉这是喜欢。这是在意吗？也应是在意的。但即使是喜欢又如何？即使是在意又如何？他已有7年未曾和蓝湛见面。他上了国内最好的大学，而蓝湛却是去了法国进修。此后的同学聚会，蓝湛也未曾有一次到场。7年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也算长，至少在魏婴看来，足够蓝湛忘记这样一个叫魏婴的忽天忽地又无法无天的人。那些藏于眉眼、寓于行动，却未曾自知也未曾宣之于口的情愫，泯然于时光，深藏于记忆，却在岁月的角落，静谧无声地开出一朵小小的、无人知晓的、长城的花。是他醒得太晚，而他又离开得太早。魏婴在屏幕上敲下这2行字，手便制住了。他抬起右手搭上鼠标，光标一到发表的按键上，却半天没按下去。又愣了半晌，他叹口气，按下左键，发表成功。守在平台等更新的姑娘们以惊人的手速抢占了沙发。看完更新之后，评论区哀鸿遍野。老祖你变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最后那句真是一把大砍刀，扎心了。老公一言不合就发刀啊，玻璃满脸血 JPG 的 delicious。 魏婴一边回复不要怕，我还是你们的好老祖，一边想这句话真是合适。他向来迟钝，就那么混混沌沌地撩了蓝湛3年。蓝湛又素来冷情，一去便是再不会回的。他走得太早，只怪他醒得太晚。蓝湛的手几次欲要敲下回车键，却又几次在将触及时又收回了手。屏幕上是与夷陵老祖的对话框，竖线标识正跟在输入栏的一行字后面闪动着。